Architectural Design, Mr. Li Tuan, Alex Wong. Welcome everyone.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night. Now my favorite poet, Maya Angelou, once said, "There is no greater agony than bearing a true story untold inside you." Now tonight, after seeing all of the designs and the true story behind it, I was completely blown away. Some of you really pushed the boundaries. Let's get to it. Introducing the candidates of interior design of the EAAC 26th Annual Awards, we have Fang Tianchen Autumn House, SWD, China.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在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女人，谢小秋女士。我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她所策划的一次背包旅行。谢小秋，你给我的启迪，不仅激发我的创意，还点亮我的人生。秋日之居就是以她命名，而在我心中，未来的家就是那个样子。夜半醒来，我还能听见你在我枕边平静的呼吸，和你一起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谢小秋，我们还会有再一次的机会吗？ Yes。现在，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请求，小秋，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I'm sorry。看来我得再多拿2个奖，他才会say yes。谢谢大家。天成，刚才你去哪儿了？出去喝一杯。今天的事对不起。没关系。我知道我不该在那样的场合跟你说那样的话。不，是我的错。我被生理冲昏了头脑。不是这样的，是我的错。小秋，要不要在一起，是我们2个的决定。你有权利说不，但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个事情：你说的这个 no 是什么样的情况 ？A， 现在暂时还不想。B， 你想嫁的人不是我，还是 C， 永远不可能。小秋，我知道，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些说不出口的故事。你没有问过我的过去，我也没有问过你的过去，因为你说过，你已经move on了。天成，
实我也是刚刚才意识到，我心里有个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不能这样跟你在一起。早，少春。哦，那天是和你一起吗？哦，行，啊，好，我知道了。嗯。哎，说，那个小秋呢？哦，你有他电话吗？哦，那行，那我们就在电话联系。你一路平安。好，拜拜。少春呢，今天飞回北京，方天成已经在昨天晚上提早回到了昆明。看来他和小秋真的是闹掰了。小秋也回去了？没有啊，本来预计呢是明天，但是呢，少春没有他的电话，而且今天早上没有见到他。天子就这么走了？把小秋给丢到杭州，不大好吧？那还不是拜你所赐。我去看看。来，李川，这次要好好想清楚了啊！哎，今天没事，硬要我去看78号，我已经说了不喜欢凑热闹，硬拉着我开会。现在所有的一切我都不知道怎么想了。昨天一整个晚上不知道该怎么办，想什么想啊！天地良心啊！哎呦，我比窦娥还冤。这拐杖怎么不拿拐杖？来，确定是这家酒店吗？ EAC 帮他安排的酒店就是这家，问钱来就知道了。好，你慢点啊，别着急。不好意思。你好。你好，你们帮我查一下谢小秋是哪个房号？谢小秋是吗？啊。先生您这边稍等一下，我帮您查询一下。不好意思，先生，谢小姐的话，这边昨天晚上已经check out了。谢谢。感谢。哎，静文有他的电话吗？没有啊，他们也是过年过节发发 email 什么的，平时也没怎么联系。但我觉得小秋应该在这附近不远吧，不如我们开车到附近转转。我们还是分开找吧，机会更大。OK。当我们再相遇，像过了一个世纪，远远隔着和你的距离，却又熟悉。旧时光有放映，一幕幕重新堆积，想你的心此刻泛起潮汐。因为爱你无法抗拒，再多恐惧都勇敢靠近。因为爱你，我不逃离，要让你听见心跳的声音。当我们
再相遇，像过了一个世纪，远远隔着和你的距离，却又熟悉。旧时光在放映，一幕幕重新堆积，想你的心在此刻泛起潮汐。因为爱你，不愿放弃，哪怕结局才1/1000。多么爱你，又何必骗自己？你就是我生命的意义，陪我走到黎明。回来了，什么时候会来的？半小时前啊，我都饿死了。杭州真大，以前都没觉得。你现在才知道杭州大呀！来，吃点东西，下午好有力气继续找。季春，这是干嘛？小秋已经30岁了，也不是3岁的小孩。杭州也不是外国，怎么可以走丢？他满街钻油，到底在找什么？你记不记得老妈有句话说得很好啊？一个人呢，30岁之后，要么嫁给自己的所爱，要么嫁给自己的习惯。我看你啊，找的不是他，而是你自己。但我们已经决定 move on 了，都已经 move on 了。他现在有新的事业，新的朋友，我有新的 house， 新的 doctor， 如果他想见我，他可以留个静吻，苏黎世也没有那么远啊。昨天见到我，也没有来找我，所以你不想看我。就算找到他，也无话可说。有道理，你就是自寻烦恼。我看你啊，还是嫁给习惯好了。不过你放心，将来你老了、痴呆了，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的时候，大哥一样会照顾你的啊。不过话又说回来，照谢小秋她这一根筋的性格，哪怕你耽误她到死，她都不会恨你的。Life is short。哎，你去哪儿？喂，你不是真打算嫁给习惯吧？ Yes。王沥川，人生是充满着苦痛，但是你不能把苦痛作为你的人生吧？你是和幸福有仇是吗？你到底要去哪里？出去走走可以吗？走走走走，我待会儿也出去走走。
are you?不认得我了？怎么会？只是为什么我们每次相遇都不能擦肩而过呢？因为你不是陌生人。我是，现在就是。那你昨天为什么要说 yes？ 什么颜色？颁奖大会啊。I'm not ready。我还以为是因为你看见我。我当然是因为看见你了。你觉得我的大脑能同时处理这2件事情吗？而且，你居然还活着。你不知道我活着，我怎么会知道？是因为没有告诉你。是你让我 move on 的。我让他在我面前发誓，永远不要提起你。他嫁到苏黎世，我去了美国进修2年，后来他就没怎么回国，又去了德国，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对不起，我砸死了。你根本无法理解我当时看到你的感受，特别是当一束强光打在你身上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掉了。我站在后排，我没有看清你的脸，你好像瘦了。那个方天成呢？他走了。对不起。天成，他还不知道我们的事情，走了也好，否则对他不公平。对不起，我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不该打乱你的生活。立川，你除了会说对不起，你还会说别的吗？对不起。不是啊，我只是想说，你等一下去哪里？东风。骨髓移植后情况时好时坏，上个月还在医院。那你现在好多了吗？很难说，随时可能挂掉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好了，我的健康情况已经说完了，轮到你。How is everything？ 我在昆明开了一家翻译社，刚开始呢也就2、3个人吧，现在大概有30多个了，什么活都接。口译、笔译、外事活动、贸易洽谈、影视字幕、资料文件、培训导游。你有跟肖光联络吗？这好像也是酒堂的业务。他现在已经是个大 boss 了，业务交到手软。前段时间他还跟我说，如果我在上海开一个分社的话，他可以给我一些活。他现在应该都有孩子了，你走后第2年他就跟 Emma 结婚了。真的假的？时间过得真快。是啊，4年很快就过去了。其他的都在这里。我不会看你的手机。我允许你看啊，我的手机对你没有秘密。那好吧，这是我的。
回去看什么？手机相册你呢？短信啊，短信我就问你 OK 吗？有那么差吗？怎么有那么多我的老照片啊？我喜欢怀旧。你有好多时光现场的图片，这么多年你也没闲着呀？好忙嘛？非常忙。哎，是静雯吧？是静雯的女儿。啊，对，她叫月月，已经10个月了。长得好像静雯，太 Q 了。能跟我哥哥像就好了。我觉得方立腾挺好的，在设计上有才华，出类拔萃，还有心理健康，爱运动。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当男朋友啊，如果要找缺点，他的个性有点急。你怎么看得出来呢？从正常聊天到吵架，只要3分钟。不过我道歉蛮快的。你也会着急，我吗？只不过是你跟他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你这个人吧，看上去是很淡定，其实吧，在脑海里早就把别人至少杀死3次了，而且你还会有30种不同的办法 say no， 还可以不用 N 和 O， 是吧 ？No。Yes。哎，你怎么还有我们俩在一起的照片啊？好幼稚哦。哎，有人追你哎！一连发了20条短信，你都没有回啊，立川，你够狠心啊！你会看德语吗？我懂数数，我也看得懂头像。一位话痨的女客户。哇，你现在谈融资啊？生意越做越大，大老板了，挣了不少吧？我会立下遗嘱，死后财产都留给你。不要装大方，你明明就知道我会先死。谁说的？火车会出轨，飞机会失事，天然气会爆炸。我们翻译社就有一个小女孩，比我小5岁，洗个澡就心肌梗塞了。不吉利的话，你怎么能肯定你一定会比我先死呢？不吉利的话少说好吗？咱俩不要在船上互相看手机，这样很傻。好啊。怎么？牙痛了？上个月刚拔了一颗牙。智齿？不是智齿，另外一颗牙。哪一个？大牙在后面。吃太多糖吧？医生建议我装个假牙。那你就装呗。立川，我老了，要装假牙了。哇，你看我有假肢哎。拿了什么啊？哇，大老远的当然来杭州买铅笔啊。我记得你喜欢搜集铅笔，所以我每次逛文具店的时候，只要看到奇奇怪怪的铅笔，我就会买下来，不管它有多贵。我去年在东京和首尔出差的时候，只要看到那种很有艺术感的铅笔，我也会去买，
东买西买的，我就攒了一大盒呗。哎，我给你看，我昨天捡到了一支铅笔。你看这笔尖，它有一个斜面角，就是你的风格，我就收藏了。让我看一下，这是我的铅笔，我亲自削的。不会吧？我昨天在书店咖啡馆捡的。星光大道附近。啊。我昨天在啊。我昨天也在。非但我在找你，我的铅笔也在找你。为什么每次你的习惯就变成了我的习惯呢？你知道，我现在看到红色，我都觉得不舒服。晕血症又不会传染，你别瞎说了。你传染到我。玉川，快靠岸了，我不想多聊了。我回酒店还要收拾行李，明天下午的航班呢。不用那么急吧。玉川，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我很高兴你还健在，我也很高兴能跟你在湖上聊天。如果再次看到你，我很满足。哎，附近有个餐厅，据说很棒，不然我们先一起吃，你再回去收行李吧。嗯？我们不是说好了move on吗？我不想功亏一篑。Come on， 吃饭1个小时，我开车送你。Please。早上坐车路过 GMF 杭州分部的时候，看到你们家大楼还挺气派的。谁设计的？我爷爷。你爷一把年纪了，还奋斗在建筑界前沿啊。嗯。你知道，在我们王家，爷爷是在建筑界非常有名的，所以我爸他特别用功，他就怕自己的成就没有超过他父亲，他就跟我说，如果到40岁碌碌无为，还不能证明自己，后半生就活在父亲的阴影里，一语到死。你爸很有名吗？没有我爷爷有名。他去世的那一年啊，离他4岁生日差5岁。在他的葬礼上啊，那天特别难过。但后来我想，至少他不会一语到死。我自己想啊，我也不大可能活到40岁，所以我解脱了，因为我也不会一语到死。一川，脑海就是一片黑暗的森林。我平常也不会跟任何人谈这些啊。不得不承认，死亡在我生命中是一个大的主题。It's okay， 立川 ，It's okay。你没发现吗？我们2个就是合则死，分则活。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各自都能过得很好。只要碰上了，就会像2块处于临界质量的浓缩铀，
立即就是一场灾难。那你回到昆明之后，你在忙些什么？我回到昆明后第一件事，恐怕就是找方天成解释一下。我呀，当时也是蒙圈了，不应该在那样的场合拒绝他，让他下不来台。没事啦，他反应特别快，我觉得他处理得蛮好，不觉得很奇怪。其实我不擅长处理这种事情，我既不擅长开始一段感情，也不擅长结束它。昨晚想了一夜，现在挺后悔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想再一个人耗着。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就应该结婚生子，伺候公婆，挣钱养家，相夫教子呗。小乔，以前我觉得这个过程叫成熟。现在才知道，这不叫成熟，这叫变老。你要是觉得将就，那你干嘛对自己那么勉强？也不是将就了。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也许是激情，也许是共鸣，也许是某种能让灵魂燃烧的东西吧。然后我自己告诉自己，算了吧，别贪心了，反正都这样了，父母也去世了。弟弟也结婚了，我不想再一个人晃荡了，应该有个家了。立川，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你要问我过得怎么样，我只想说，自从你离开以后，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水里游泳，奋力向前，却看不到对岸，一个人不停地游啊游啊，游啊游啊。两位，好，两位，谢谢。白菜沙拉。好的。生来再问你，几分熟？选手。好的。先生您呢？我来个菲力好了。好。5分钟。喝点什么饮料？再来一瓶白葡萄酒吧。先生您呢？1杯水就可以。好。谢谢。请稍等。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下馆子，你点什么菜吗？菜我不记得了，
架都进。方天子的短信，对不起。这次来杭州也是方天成带我来参加活动，发生这样的事儿，是我不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我帮你回复。你笑些什么呢？天子，你值得拥有更好的女人。你把手机还我！等一下，你把手机还我！你在干嘛啊？发了。王立晨，我恨你。你恨我啊？恨我不让你变老啊？小秋，你已经跟他说 no， 就说明你的心里不愿意啊。找不到合适人就单着，不要将就。你不会做戏，那你干嘛配合人家演全套呢？无怨无悔的虐自己，又没有嗨到。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不会扭头就走了。没有机会就找机会啊 ，no matter what， 把你争取到。是，我不会做戏，我将就，你嘲笑我吧。那我来真的，你干吗？如果我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你跟吗？王立川，那个叫我 move on 的人是你。OK， 你要 move on 就 move on， 但不要降低你的标准。方天成很优秀，好吗？他很优秀。对啊。第一个，我不喜欢他的个性那么急；第二个，我不喜欢他那么容易放弃。他明明就跟你来杭州，告白失败了，然后呢，就把你一个人丢在杭州啊，这个叫优秀吗？他不优秀，你优秀啊！我谢小秋活蹦乱跳的，你偏偏要把我变成一道回忆，一堆老照片，就是不肯面对我这么一个大活人。男人就是这么一种残忍的动物，面对自己想吃的猎物，极其友好，直到一口吞下。你失望了吗？没有。这么多年，我不断改变自己，接受现实，承认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种东西，是你无论如何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而你居然还活着，你并没有 move on， 还胡乱插手我的私生活，王立川，我就想说 fuck you，OK？我17岁那年，是我经过第一次最大的手术。虽然我家人医生说我也发生什么事，但我知道死到手术台上可能性很高，所以就准备一切。我指的是心理，然后活过来了。后来就见到你，是我人生最兴奋的一个时光。我以为上帝补偿我，然后病复发了。又要做手术，又准备一切，也准备了医嘱，然后又活下来，又见到你，在温州，在上海，在昆明，又是抢救，又是手术，一个接一个，我还是活下来。你知道吗？如果你问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会跟你说，一个人死一次已经够了，你可以接受。但死了一次又一次，太多了吧？也太无聊。不仅是对我，或对你，会对家人，太不公平了。Yes, this sucks and I'm fucked. 如果命中注定要陷入这个荒谬，让我一个人体验就够了。人与
世界之间有时候就是很荒谬，这没有什么不对，更不是你的错。我这么对待你，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个病人，而你自己却不知道，也不肯承认。我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爱情其实不需要完美，只需要真实。我错了，我不该干涉你。如果你想挽回方天成，那来得及。Second thought， 我没错，你和方天成还是算了吧。哎，王立川，你说的不错，爱情不需要完美，只需要真实。你要是选择将就，你们的爱情就不是真实。没有真实的爱情，就不值得拥有，你们未来就会后悔。慢吃，再见。小秋，先生，认字派，请拿一把。小秋，不要叫我小秋。小秋，你听我说嘛。我不想听你说话，我不想听你说话。我真心不是来搅局，我也不是吃醋，我没有资格吃醋啊。好了，我有点吃醋，但我真的不是千里迢迢来换你的感情啊。我只想跟你说，既然你那么情愿，人家向你表白，你都不说 yes， 就说你不喜欢他。小秋，我告诉你，王立川，我就喜欢方天成，怎么了？我明天就回昆明，我就向他求婚，怎么样？你管得着我吗？你管得着我吗，王立川？好啦，对不起，你喜欢他就喜欢他，反正我也不能阻止你。OK。哎，对。我想这辈子你可能都做不了我男朋友了，不过没关系，我爸的位置正好空缺着，你可以考虑争取一下。胡扯！是胡扯，可以吗，爸爸？胡扯！那么多年了，还不会整理行李？什么呀？这不折得挺好的吗？是你把它弄乱的。这个叫叠好了，啊？而且你知道吗？一般的衣服是放大行李，贵的都是放随身行李，这个都不知道。好吧，那你好好休息，明天送你去机场。谢谢你，立川爸爸。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不用送了，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6点见。啊，等等，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利川找到了你，你们在船上聊了一会儿，又在湖边吃了一顿饭。他开车送你回宾馆，帮你收拾好行李，就拜拜了。差不多。拜托啊，你们可是整整4年没见了。您忘了我们吵了一架？而且一直帮他收行李。所以你们就是平静的道别，什么也没发生。我们拥抱了一下，对吧，立川？对啊，拥抱一下而已。不要为难自己。I miss you too. 要不去喝点咖啡？立川，我叫车了。哎，都说好了，至少让我送你去机场吧。我不喜欢告别，尤其不喜欢在机场告别。我想，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吧。别这么说啊！昨天晚上，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们就忘了好吗？立川，你有 WeChat、Instagram 或者 Twitter 类似这样的？算了，我这个问题问的好傻，你觉得吗？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捍卫我们过去用生命捍卫的誓言吧。Move on。保重。你也是。立川，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你知道吗？其实你是一个心特重的人，很容易担心。你可不可以让自己放轻松一点？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既然你控制不了 ，just let it go。人生嘛，就像一辆飞驰的火车，你是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下车。Enjoy the ride, okay? Enjoy the ride. Yes. Enjoy the ride. 喂，是我，有急事。好。机会呀是千载难逢，所以要趁早下手。你说呢？喂，我跟你说话呢。开价太高了，非要今天决定吗？哎呀，秦伟这个人很难搞的，你也和他打过交道，不然我也不会拉上你。而且我看中的那家酒店就在儿童主题公园的旁边，入住率不会低于80%的。秦伟的出价你能接受，是我不能接受，好吗？王立川，钱呢？你已经借给我了 ，you know？ Driving me crazy！ Come on， 你能不能拿出点投资的勇气来？你是一个男人呐。季川，钱是我的。喂，你听我说啊。我不听，我不想听了，我脑子在想别的事情，根本没办法转了。Jesus， 现在不是我逼你，是那个秦伟他只给了我1个小时的时间谈 offer。那时间快到了，你赶紧收拾一下吧，待会儿遇上堵车就麻烦了。好啊，那我现在走啊。What？ Let's go. Right now. 说走就走了，你等等我。哎呦，你这人怎么说风就是雨的？啊！谢女士，这是您公务舱1排 K 的位置。公务舱，我订的是经济舱啊。我帮您确认一下。帮您确认了，就是公务舱的位置。是吗？谢小秋吗？好，谢谢。麻烦你帮我把车开回去。你这个大骗子！行了，路上小心，到那里给我电话。谢谢。对不起，能让一下吗？你怎么来了？是你帮我升的舱吗？来送你一程。
So， 这些年你还是会偶尔去上海的公司吗？我没去过。那你的行李呢？我只带一个钱包。王立川，你是还有没有说完的话吗？很多。你听我说，小秋，你说的那些话。什么话？我什么都没说，你别瞎想，我就是随便说说的。关于变老，关于习惯，关于残忍的动物。停！我只是发个牢骚，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小秋 ，From the first time I saw you， 你就是最快乐的女孩子。这些字眼不可能与你沾边。如果下半辈子你变成一个很唠叨的怨妇，就是我造成的。一想到你天天恨我，我应该原谅自己。人死就是一具冰冷的尸体，那我死前，我想把我所有的温度都留给你。嘿，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说的话太重了，我全部收回。我不恨你，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恨你。就算我想恨你，我也恨不起来。你说的很对，小秋，我们两个本来就是陌生人，擦肩而过才是我们最大的可能。而你和我，却把一次最偶然的相遇，变成最难忘的永恒。在一个最纯粹的意外中，创造了一个最美好的世界。我不可以毁掉它。如果我们不在一起，就算我们各自都好好活着，对于另一方来说，这等于是死亡。立川，你没发烧吧？为什么这些话，硬是让我等了8年才跟我说完？不要 Facebook， 不要 Instagram， 不要 Twitter， 只要能见到你，天天在你身边，明年会跟你说话。你愿意吗？这是什么？Do not resuscitate， 医学简称 DNR， 就是要拒绝心肺复苏术。拒绝？如果你跟医生签了同意书，同意书就是如果我的心脏或是呼吸停止的话，我就拒绝抢救，我选自然死亡。这是我的心愿。如果你是我的亲人，我需要你同意并理解我这个做法。我不同意，我怎么可能同意啊？王立川，你为什么这么想死呢？活着不等于生活。现在的科技已经很高超了，一个人如果不想死，可以依赖呼吸机器维持很久。我不想过这种没有存在感的日子。要求 DNR， 并不得已不接受治疗，我只是不想再死一回而已。小秋，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我不允许你带这个东西。如果我们之间还可以谈谈未来，请你把这个东西扔掉。
No。那就再见。对不起，让你生气。我本来不想提到这个，但你迟早也会知道啊。不要让我知道，我根本就不想知道。小秋。我在拿行李啊。满仓了。说实话，如果我是小秋，我也不能接受 DNR， 是吧？你们喜欢 Eiffel Tower 吗？喜欢。Eiffel Tower 刚一开工就受到文艺界还有建筑界集体抗议，他们认为是一个很丑陋的东西。来这里。贝聿铭先生设计的金字塔，当初也很多人不喜欢。但现在无论是 Eiffel Tower 还是金字塔，都成了 Paris 的地标。他们有一种久经考验的魅力。一个很优秀的建筑师可以看到大家看不到的东西，并把它提前秀出来。尽管他的眼光需要用大家一定的时间去理解、去适应，才能走进他给我们的世界。所以你不要怪我想太多，我的职业训练我的眼光，这是一条长长的抛物线。对未来可能这个可能没问题吗？所以你们看，他就是一个很会兜圈子的人。Information， 我还活着。谢小秋，你究竟想要什么？王沥川，还是王沥川？沥川，你打算在昆明待多久啊？在附近宾馆待一个晚上，明天早上买票回上海，再去苏黎世。你一个人在昆明吗？不行不行，谁来照顾你啊？你都没有带行李。没事。你呢？要帮你叫车送你回去。不用了，小周 ，come on。长痛不如短痛，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好吗？我都跟你说了，我不喜欢机场告别。OK。
你先转身吧，我不想让你看着我走。是你真的要 move on？ 你能不能不要老调重弹了？我是想 move on， 但这是你逼我的。Fine。你说的很对，小周，我们两个本来就是陌生人，擦肩而过才是我们最大的可能。而你和我，却把一次最偶然的相遇，变成最难忘的永恒。在一个最纯粹的意外中，创造了一个最美好的世界。不可以毁掉它。如果我们不在一起，就算我们各自都好好活着，对另一方来说，这点也是死亡。因为爱你，无法抗拒，再多恐惧都勇敢靠近。因为爱你。那个 DNA 我同意了，你需要生命的质量，我需要爱情的剂量，我们各取所需，好吗？王沥川，你说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让我让步？这是最后一次 ，I promise。哪怕结局才万分之一，多么爱你，又何必骗自己？怎么样，我们家还不错吧？哎，真的不错哎，买的吗？当然不是啦，是租的好吗？昆明的房价也贵啊。还好吧，只不过现在还在创业嘛，所以需要更多的流动资金。啊，有道理。哎，天天吃方便面。也不是啦，主要还是叫外卖，我有时候晚上加班的时候才会吃。喝水。看你的饮食习惯不太健康吧？单身狗一枚，哪有那么多讲究？什么药？黄体。拜托，瞎看。我就是有一些内分泌失调，雌性激素也有点失衡吧。哦。那小秋，你不会是整整个4年一次都没有？没有。你呢？我也没有。哦，谢谢你为我守身如玉啊。不客气。那么，你是高的还是低的？啊？雌性激素失衡。低的。低的？那我们弄高的。哦，哎，你别这样，我还没有想清楚。还要想什么啊？想要喂，弄高？不是。
的外卖。谢谢。外卖到了。谢谢，放外面就可以了。好。在干嘛呢？别画了，让我来画。哇，好玩吗？大胖。你是故意把我的手放放。立川，我洗了一些葡萄，你要不要来一个？ So sweet。Thank you。门口有人。可能是我叫的夜宵吧。我去看一下。来啦！ Hello， 天成，不好意思，没打电话就直接过来，我把东西放那边啊。然后这是谁啊？这个。嗨，立川。天成。难怪你知道认识的简称。 Confederation Helvetica。本来只是给你送花过来，但在门口遇见快递，怕家里没人，就帮你签收了。门外还一堆呢。我好像没买东西。苏黎世寄来的。是我哥寄过来的。我好像有点饿了，你们两个是不是应该也饿了？要不然我去准备点夜宵，你们慢慢聊。出去喝一杯。好啊，麻烦你回避一下。谢谢。我在门口等你。天成其实也蛮执着的。是啊，天成跟立川其实还挺像的，他们都属于那种又好胜、又自信、又有很高的自尊心的人。不过天成他的性子比较急，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固执，能转弯。说实话，挺好相处的。比立川还好相处？当然了，立川这个人其实有很严重的沟通障碍。立川他属于逻辑特别复杂，然后套路又多，不爱说话又不爱解释，什么事情都闷着闷着，就硬把自己憋成了一座活火山。感觉你们互相吐槽都这么有爱。立川，你觉得小秋好相处吗？小秋啊，挺好相处啊。其实我并不是像他说的话那么骚的人，
就是工作的时候话会比较多。不过我们两个比较有默契，不用太多交谈的。所以你不承认你有沟通障碍？没有啊，他只要看我一眼，我就知道要什么。胡说。他的大脑就这么容易读懂？比广告还容易。没有啦，其实小秋他很单纯，没有什么心机，只要他喜欢你，你说什么他就会相信。如果做错，他还是会原谅你。他有很大的心，他非常宽容。